Hello， 大家好，我係宏圖基金嘅 Andrew， 好高興再同大家見面。今次我哋睇下市場同美聯儲喺息口走勢嘅分歧。美國聯儲局咧喺舊年12月14號咧開咗議息會議之後咧，發表咗點陣圖，即係咧所有嘅委員包括埋主席鮑威爾，對於未來幾年同埋長期嘅聯邦基金利率作出預測。嗱，我哋圖中嘅橙色線咧就係表示所有預測嘅中位數。嗱，簡單起見咧，我哋將每個數字咧用直線連起佢，即係話2022年年底嘅4.375厘，2023年12月嘅5.125厘，2024年12月嘅4.125厘，即係話息口嘅預測走勢係先高後低。咁市場 price in 嘅利率又點呢？嗱，我哋可以通過利率期貨反過嚟計算出市場已經反映咗個利率走勢價格同埋機會率。嗱，圖中其他嘅線咧就代表咗喺唔同嘅時間，利率期貨市場咧顯示出最大機會出現嘅利率數值啦。嗱，圖中嘅綠色線咧就係2月2號聯儲局議息會議之後，市場解讀咧鮑威爾咧會後聲明咧鴿派，所以市場預期嘅息口峰值咧只係去到4.875厘，比聯儲局為低，而且咧10月同11月咧都會分別減息咧0.25厘。嗱，2月4號咧粉紅色嘅虛線就係當美國公布咗非農造業人數1月份新增職位係517000人，遠超預期。市場解讀咧經濟強勁，所以加息空間咧增大。預期息口峰值咧同聯儲局一樣咧都係5.125厘。嗱，11月同12月咧都會分別減息0.25厘。嗱，到咗2月15號咧，即係藍色線啊，美國公布咗咧1月份嘅 CPI 比預期數值略高。市場今次解讀咧聯儲局咧需要加息更多。所以預期息口咧峰值上調啦，去到5.375厘，比聯儲局為高。嗱，年底前咧只有一次減息0.25厘。去到呢度咧，市場對於2023年年底息口預期咧，先至係同聯儲局一致嘅。嗱，大家見到咧，其實市場對於聯儲局嘅聲明或者各項嘅經濟數據咧非常之敏感，所以如果數據時好時壞啦，市場就會左搖右擺。咁投資者應該點部署？應該跟邊個好咧？嗱，我哋建議咧先從咧聯儲局着手，因為佢有信息優勢同埋係政策嘅制定者。睇下佢哋嘅邏輯係乜嘢？嗱，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喺2月1號嘅會後聲明，我哋總結咗4個重點。第一，佢話今次咧係第一次佢覺得咧壓低通貨膨脹嘅進程 disinflationary process 已經開始。第二，因為供應鏈復甦，所以通脹下降。即係話通脹其中一個主要組成部分貨品 goods 已經唔係問題。第三，只要咧新嘅租金繼續下降，通脹第二個嘅主要組成部分房屋 housing 預期對於通脹影響咧係先升後跌，應該都唔係問題。第四，呢個就係問題嘅核心關鍵啦，就係服務業房屋除外 non-housing service 未見到下行嘅跡象。嗱，當中咧55%至到60%咧，對於經濟或者勞工市場咧係非常之敏感嘅。咁以上嘅論述究竟同 PCE 嘅走勢是否一致呢？嗱，圖中顯示咗咧2022年1月到12月 PCE 按年增長 year on year growth 嘅各主要組成部分，以唔同嘅顏色去區分。嗱，包括咗咧服務業房屋除外、能源、食物同飲品、貨品同房屋。先睇下能源。嗱，過去一年咧，能源對於通脹增長影響咧縮細咗好多，而食物同飲品咧相對穩定，但係咧佢哋嘅所佔嘅比重唔大，所以影響都唔大。嗱，貨品咧對於通貨膨脹增長嘅影響咧，亦都縮細咗好多啦。房屋咧影響咧比年初略為增加，但係咧近幾個月咧已經趨於平穩。相反，服務業房屋除外咧一直反覆，未見下行趨勢。嗱，現時對於通脹增長咧影響咧亦都佔比一半，所以咧呢個對於通脹能否可以下行到目標2%咧係至關重要啦。嗱，我哋細心睇下咧，啱啱公布1月份嘅非農就業新增人數，嗱，上個月係26萬人，1月份原本預期咧係185000人，結果咧公布實際數字咧係517000人，遠超預期。嗱，當中咧最主要超預期嘅增長咧就係私人市場。嗱，私人市場可以再細分為咧貨物生產，大約咧過去數個月都持平。最大嘅增長部分咧就係私人服務生產 （private service producing）。嗱，咁樣亦都唔難預見咧，就係如果服務生產咧有大量嘅新增職位，即係話服務業嘅需求強勁，
呢一個通脹組成嘅部分咧，就可能需要更長時間先至可以睇到加息同埋貨幣緊縮政策所帶嚟嘅效果啦。咁未來 PCE 嘅按年增長係咪會高居不下呢？嗱，圖中顯示咗2021年12月到2022年12月每月嘅 PCE Price Index。嗱，圖表底下咧，我哋列出咗按月指數增加咗幾多，可以睇到呢個按月增加趨勢咧，由2022年10月以後咧已經逐步減少。11月到12月咧，指數增幅只係0.065。嗱，若果1月、2月、3月指數冇明顯加大漲幅啦，咁計算嘅 PCE 按年增長咧，將會咧較快速度下行。點解呢？嗱，我哋舉例，2022年12月個數據咧就係124.809， 2021年12月嘅數據咧係118.841。要計算12月嘅按年 PCE 增幅咧，我哋將124.809作為分子，除以118.841作為分母，得出咗咧105%。所以按年增長咧就係5%。嗱，我哋做咗個表格，我哋假設未來1月、2月、3月每月指數增幅咧係固定，我哋當0.3，嗱，已經比過去嗰2個月嘅增幅為多啦。經過計算咧，按年嘅增長咧就係分別係4.7%、4.4%同埋3.6%。按年增速咧係較快下行嘅。嗱，其中一個原因咧係因為2022年2月尾同埋3月份因應俄烏衝突咧 ，PCE 嘅指數急劇上升，所以咧就有統計學上面所謂嘅 high base effect， 即係話個分母較大，所以除出嚟嘅份數咧，自然咧下行就會較快啦。嗱，如果大家記得咧，舊年9月嘅視頻咧，我哋將聯儲局嘅2大目標，即係話穩定物價同埋加大就業咧，我哋並排咗一齊。嗱，大家可以睇到咧，喺2022年9月到12月喺加息嘅環境下咧，通脹咧由6.3減到去5%，但係失業率咧不升反跌，由9月份嘅3.7% 下行至到今年1月嘅3.4%。嗱，綜合以上嘅分析同埋現時睇到嘅數據咧，通脹已經見到下行嘅趨勢。嗱，幾個通脹主要嘅組成部分咧都唔係問題，除咗服務業、房屋除外，可能需要較長嘅時間都要等到咧勞工市場放緩先至見到成效。嗱，現時整體嘅就業市場咧依然強勁，所以即使咧就將來呢一部分就係服務業嘅部分放緩咧，其實都唔一定代表咧整體美國咧佢會陷入嚴重衰退嘅。嗱，咁樣對於投資有咩啟示呢？記得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哋嘅 channel。本視頻咧只係供參考，並非任何買入或者賣出證券嘅邀約，亦都並非任何投資諮詢嘅服務或者建議。內容咧可能不準確或者不完整，並可能會發生變化。嗱，同上次嘅視頻一樣啦，我哋認為咧通脹同失業率咧正在尋求一個新嘅平衡。嗱，不過達至平衡或者達至目標咧，需要嘅時間可能較長啦。即係話美國利率咧喺較高嘅位置咧會徘徊較長嘅時間，即係我哋講嘅 high for longer。嗱，2022年咧，我哋認為係一個搖擺嘅年份，係搖擺喺通脹同埋衰退之間。2023年即係今年咧就唔同啦，佢係一個兩者匯合嘅年份。換言之咧，機會較細咧，佢美國經濟咧係會走去任何一方嘅極端。通脹咧會趨向溫和，嗱，相對高通脹而言咧係有利於債券嘅。經濟增長咧會趨向放慢，相對經濟衰退而言咧係有利於股票。嗱，當美國經濟前景咧逐漸明朗咧，你就會見到咧投資機會咧自然吸引更多海外嘅資金，有助咧維持美元相對嘅強勢啦。嗱，最後謹記咧風險提示，當中包括咗中美衝突會否升溫啦、俄烏戰事會否加劇啦，以及可能出現嘅極端天氣，呢啲都會影響我哋嘅投資嘅睇法。嗱，希望大家覺得今次嘅視頻有幫助，下次再見，多謝。